准岳母嫌弃我是农村单亲家庭，撺掇女友和富商儿子结婚，但他们巴结的富商就是我爸，那位富商儿子就是我本人。相亲当天，我让司机代替我去，为了攀权富贵，女朋友卯足了劲，但她不知道，这是我精心为她准备的分手礼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躺在床上时，我刷到一条帖子，内容是：男友是农村单亲家庭，没车没房，没钱给彩礼，我该不该分手？评论清一色的劝他分手，明显的软饭男。不分手是要做慈善吗？男朋友吗？又不是结婚对象，干嘛要纠结？我的老天奶，这种男的还陪他耗着，没钱就别结婚，别生小孩，求求了。评论每增一条，女朋友的手机就响一声，我几次尝试解锁才打开，却发现发帖人正是我的女朋友冉莹莹。宋震，帮我拿一下浴帽。她的声音从浴室传来，我的手却止不住的颤抖，似乎是没有回应。她带着怒意又喊：你耳朵聋了吗？听不见我说话？我举着她手机怒视回去，你他妈先告诉我这是什么？看清手机界面后，她眼中闪过一丝慌乱，想伸手来抢。我一把将手机摔了个粉碎。冉莹莹，你发这个帖子是什么意思？想分手？场面顿时陷入僵局。突然，他走到我面前，狠狠扇了我一耳光。宋震，我跟了你6年，我有过怨言，我只是在浏览别人的帖子，你就污蔑我骂我，你还是人马你？我一愣，他哭得更凶，因为来历不明的帖子冲我发脾气。你是不是有新欢了，想随便找个理由分手？头脑一热，我一把他搂进怀里安抚。他跟了我6年不假，但刚才我也的确看见贴主就是他，只是我一时怒火攻心，销毁了证据，把女友哄睡后，我却翻来覆去的睡不着。他到底为什么这么做？但很快我就知道原因了。凌晨5点，我的未来丈母娘把门敲得震天响，嗓门嘹亮：宋震，给老娘把门开开！我一个机灵，从床上坐起，一开门就接了个结实的巴掌。他怒目圆睁，指着我的鼻子骂：你个畜生，竟然敢打莹莹，没天理了！说完，他直接坐在地上哭了起来。邻居被吵醒，也纷纷开门看着我。看不出来呀，宋震，你这小子表面老实，居然打女人！我呸！阿姨，也许有什么误会，平时都是宋震买菜做饭，晚上下班还能经常碰见他给小莹买吃的，上周还让我们一起给他准备惊喜。是啊，老人家最会添油加醋了，我婆婆就是这样。太阳穴突突跳着，顿时头疼欲裂。我陪着笑给大家道歉，一边把她哄进门。阿姨，我们昨天是吵架了，但是我没有打她。门一关，她脸上的眼泪顿时消失，咬牙切齿：要不是我女儿聪明，在你手机安了东西，还不知道你欺负她呢。本来就是农村的，你赶紧和她分手，别耽误我家宝贝。我的心顿时沉入谷底。枕边人在自己手机安监听监视，却毫不知情，气得我青筋暴起，走到房间准备质问，却对上冉莹莹的手机摄像头。她是小有名气的网红，此时开着直播。家人们快看啊，男朋友有家暴倾向，又要打我了。她脸上青紫交加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化的妆。我这才发觉自己被摆了一道。我冷冷看着他：冉莹莹，你想分手是吗？如你所愿，老子现在就回家继承家业。话一出口，我就后悔了，毕竟我没有提前和老爹打招呼，还扬言不用他管。于是在我播第12痛时，他拉黑我了。我一咬牙，
去小店定制了个横幅，到我爸公司楼下拉开，不到10分钟，就有人来把我请上去，七拐八绕，到了我爸办公室前。拉开门的一瞬间，我又火速把门关上。重物砸门的声音传来，沉默一瞬，我爸怒吼一声：“滚进来！”我有些心虚地摸摸鼻子：“爸，我被甩了，人家嫌弃我。”他冷哼一声：“到现在你都没跟人说？”我摇摇头，从小到大，那些女孩喜欢我都是因为钱，还都是你的钱。我不想让别人瞧不起我。我爸冷笑了好几声：“所以你就到处说你幼年丧父，是单亲家庭，还拉着横幅说我抛妻弃子，另找新欢。”我抬手擦汗：“爸，你听我解释。”“别解释了，你明天就去嘉上传媒，先从总监干。嘉上传媒，冉莹莹在的公司，我爸开的，还真是瞌睡了就来递枕头。第一次感受到了自己以前那死装样有多傻逼。”“好的爸，我现在就去。还有爸，你手上那个百达翡丽借我戴戴呗。”他把手表丢过来：“滚！”刚到公司，就有人拦住我，语气不善：“宋振，你干嘛呢？怎么追到这里来了？你这表又是从哪买的假货？又是冉莹莹。”我正要张口解释，又来了个贼眉鼠眼的男人，不怀好意地拍了下他的肩膀。我顿时火冒三丈，抓住他的手：“冉莹莹，你还真是来者不拒。”他面上一热，抬手又想打我，被我反剪。男人的手戳着我忘记换的家居服：“你小子知道我是谁吗？”冉莹莹却突然挡在我面前，一如当年那般：“王主管，这小子乡下来的不懂事，您别和他计较。”闻言，他又伸手想搂她，原来是个乡巴佬啊！瞧这样子，应该是新来应聘的吧？看在小莹的面子上，我就不和你计较了，快滚！奇葩，老子真是被气笑了。我扯过他的工牌扫了一眼，扬唇冷笑：“王八蛋是吧？你被开除了。”他被气到，挥拳想打我，被厉声喝住：“住手！”一个眉清目秀的小白脸气喘吁吁地跑过来，他将资料举起，喘着粗气介绍：“这位是从总公司新调来的宋总监，不得无礼。”冉莹莹的嘴合了又张，她脸色苍白地抓着小白脸：“于平，你确定是不是搞错了？”小白脸顿时沉下脸，将资料递过去。我理了理被扯皱的衣服，故意看着男人说：“现在开始，王八蛋不用来上班了。”说完，我扭头就走，不再理会他的哀嚎。上专属电梯后，我才看见自己压不下去的嘴角，这感觉太爽了。电梯刚响，门口齐刷刷一排人：“总监早上好。”不是，我穿着家居服，一双人字拖，你们怎么看出来的？但看到工位上人手一份的蓝山咖啡，我懂了，有个有钱的爹，太爽了。小白脸：“哦不。”于平这时也上来了，他向众人使着眼色，大家又回去装模作样了。我被领到办公室后，一把抓住他：“你叫于平。”他身体一颤，轻轻嗯了一声，低头不敢看我。操，怎么一副小媳妇的样子？我靠着椅背，扬扬下巴：“小媳妇，呸！于平，你陪我演个戏呗，我给你升职加薪。”居然把想法说出来了。我有些心虚地观察他，他耳根红了：“总监，我是直男，不喜欢男人。”我被噎住，有些咬牙切齿：“我也是直男，真有事儿找你帮忙。”他这才上前一步，犹犹豫豫。我一把薅住他脑袋，凑到他耳边说着过2天的计划。说完，他一脸吃到瓜的震惊：“您居然和冉？”我随手抓了几颗葡萄塞他嘴里：“嘘，你就说帮不帮？”他忙不迭地点头答应：“不过是帮忙演戏就能升职加薪。”他当然愿意。于是他从助理变成了我的专属司机。临走时，
他还顺走了我一大盘霞多丽白葡萄。宋总监，您找我？门外传来熟悉的声音，我唇角微勾，让他进来。冉莹莹一进来就拍着桌子，满脸怜悯。宋震，我跟你这么久，你不可能突然成总监，肯定是冒名顶替的。况且我已经打听清楚了，新来的总监确实姓宋，但却是宋先生的亲儿子，不可能是你。念在过往旧情，我不揭穿你，赶紧走吧。要我不是真总监，还真感动得一塌糊涂。我将调职信息摆在他眼前，懒懒后靠。注意你对上司说话的态度。看到公司盖章后，他满是不可置信。我们一分手，你就傍上富婆了？我挑挑眉，抬手露出手表，是与不是并不重要，但还有30秒你就要被扣500缺勤了。他恨恨瞪我一眼，夺门而出。我将公司给他最好的设备全部撤走，资源下架，将机会平等地分给每个小白主播。他们对我赞不绝口。当然，除了冉莹莹，下午我就带着于平去了商场，全程只有我说买和刷的声音。看着满身奢侈品的于平，我露出满意的微笑。看着我爸发来的信息，我一把拦住于平，明天就看你的了。记住，明天相亲一定要高冷，不要折了哥的形象。他推了推眼镜，低头抿唇。好的，宋总监。当我喝完第6杯咖啡时，于平才来。冉莹莹却满脸笑意，毫无不耐。靠，这咖啡真苦。平时约会我要是没有提前到，他都要生气2小时。富商儿子就是好，迟到女人也不跑。于平戴着墨镜，与平时截然不同。他嘴角微搭，夹着名片递去。你好，冉小姐，我只有10分钟。她今天穿着白色长裙，长发松松挽起，显得清纯温柔。宋先生，我知道你时间宝贵，以后我们在一起了，我就辞职，你只管做你的，我会一直在你身后支持你的。等等，以前不是你和我说想做女强人，不靠男人，只要能做你女朋友，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于平蹙着眉，递了张卡过去。这是见面费，里面有10万，别再找我。他眼神闪了闪，将卡推回去。我不是为了你的钱。于平终于抬眼看他，学着我的拽样，吐出几个字，有意思。不是，我平时这么油吗？说完，他看了眼时间，拿起车钥匙，起身准备离开。名片上是我的联系方式，那是我爸新提的宾利，我偷来装装的。上车后，于平刚摘下墨镜，冉莹莹却追过来了。我摇下车窗，宋先生，可以送我一程吗？他眼波流转，脸颊也粉扑扑的。我轻咳一声，于平抬指招招，示意他上来。一路上他叽叽喳喳说的话，比这半年和我说的话还要多。我顶顶腮帮，一脚油门踩到底，他一个没坐稳，径直倒在于平的怀里，噌的红了脸。宋先生，你身上好香，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呀。隔天刚到公司，我就被泼了一身水。为首的男人顶着啤酒肚，手上还拿着不明液体。兄弟们，就是这小子把莹莹给打了，死渣男！今天我们就要给莹莹讨回公道，给我打！没等我反应，2个健壮的男人将我踢倒在地，一拳接着一拳打在我脸上。我低声咒骂一句，挣开男人，一脚踢在他肚子上。去你的死舔狗，滚开！看你刷的火箭跑车不少，人家鸟你了吗？他像被戳到痛点，打开瓶子就要泼过来。老子今天就要弄死你！还未等我做出防御，于平就将为首的胖子撂倒，跟3、4个人厮打起来。这他妈还是那个小白脸吗？眼见情况不对，我侧头吐了口血，忍着痛抱住他。于平，冷静点，别出人命。他这才住手，喘着粗气。
我已经报警了，再不滚都等着进局子。那几个人朝我们吐了口水，屁滚尿流的跑了。于平被我拖进公司，涂药时他一声不吭。我抬手戳了戳他的肌肉，笑着，隐藏得这么好，平时完全看不出来呀。他垂着头，嗓音似乎有些颤抖。刚才那人手里拿的是硫酸，要是我来晚，看着他一副欲哭的样子，我将外套盖他脸上，擦擦血，记得给我洗干净了。贵。我拿起手机编辑着信息，又打了个电话。冉莹莹，你这是彻底不想让我好过？行，老子跟你奉陪到底。睡了个午觉，微博炸了。经知名网红挑唆粉丝谋害前男友，网红田桃莹索要天价彩礼，舆论风波压力下，他跑来找我。宋震，你到底想干嘛？我被气笑了，指着挂彩的地方，咬牙切齿：你直播无中生有，挑唆你的粉丝来无端生事，把我和我家司机打成这样，你问我想干嘛？我平复着呼吸，坐回椅子上，抬眼看他，不想丢工作，就公开道歉，念在以往旧情，这是我最大的让步。他拿起桌上的水泼来，怒瞪我：宋震，你做梦！说完，他提裙就走。我抹了把脸，将证据全部公之于众。这6年以来，他同时出轨4个男人，私聊大哥的视频，大堆开房记录，辱骂粉丝是穷鬼。一瞬间，风口全部指向他，清纯无瑕的小白花女神形象彻底崩塌。他第一次出轨，哭着和我说是鬼迷心窍，要我原谅，还不是你上班没时间陪我，我才找别人的。于是我换了工作，抽出更多时间来陪伴他。我本以为他和我说会改都是真的，没想到我上班赚钱，下班手好难得，依旧留不住他的心。甚至未来岳母多次嘲讽，我也没有放弃。直到前些日子，我看见他答应相亲甩了我，而相亲对象就是有名的富商儿子，估计就是我爸莫名其妙安排的。既然你搞我，那我也精心准备分手礼吧。冉莹莹被封杀后，开始约富商儿子，也就是我。宋少爷，今天有时间吗？一起去打台球吗？我拉着于平到的时候，他一身清凉，四周皆是台球彼此撞击的声音。他一脸娇羞：少爷，怎么一直戴着墨镜呀？都看不清我了。于平低头瞥他一眼，不动声色地抽身，没什么好看的，伤眼睛。最后不欢而散。他继续约去看电影，开始各种花式夸于平：宋少爷，你的肌肉好结实啊，真有安全感。于平将爆米花放在中间挡住，谢谢。回头我给你推我的健身教练。我在旁边憋笑快憋出内功，一来二去的，他倒是练就了厚脸皮，又将于平邀去酒吧，灯光闪烁，空气中弥漫着醉人的微醺感。冉莹莹像章鱼似的缠住于平：宋少爷，那边好吵呀，我们来玩骰子吧。看着她浓妆艳抹，我不禁有些恍惚。大学时，她是学校的风云女神，不乏追求者。我想抛却富商儿子的身份去追求她，幸好哥们脑子好，连拿奖学金，还去勤工俭学，但总被他抓到蛛丝马迹，问我是不是装穷。正回忆着，一声娇嗔打断了我：小特助，你能不能自己待着？我想和宋少爷单独聊会，嫌老子碍事呗。我正起身准备走，突然有人将酒瓶丢来，男人指着隔桌女孩大喊：贱人，短信上装清高，在这钓凯子呢。我侧目，一双清冷的眸子撞进来，他美眸微转，一把搂住我，笑得甜蜜。对呀，这个凯子可比你们好钓多了哟。说完他转身就跑，男人满脸怒容，一把拎住我的衣领：就是你小子找死是吧？操，又被当枪使了，旧伤添新伤，
两眼泪汪汪。我的建议是别惹女人，尤其是好看的女人。刚在公司坐下，我爸夺命连环扣：宋振，明天有个商业会，你也给老子去。爸，我不想。话没说完，传来一阵电话忙音。我烦躁地抓了把头发，打给于平：喂，草莓，我是地瓜，地瓜地瓜，我是草莓。暗号成功，明天商业会，你把冉莹莹也约上。好的，宋总监。我以宋少爷的名义送了套晚礼服，是过气款，每年江家千金都要穿，还明令禁止别人与他撞衫。倒是想看看冉莹莹难堪的模样。2楼贵宾席，我爸带着我混脸熟。好巧不巧，前面那个拼命往嘴里塞甜点的，正是酒吧让我背锅的。我走上前，礼貌地打了声招呼，对方抽空看我一眼，又继续塞着。我爸脸上全是恨铁不成钢，他笑眯眯的：这就是温家小女儿吧？他抹了抹嘴，对着我爸笑得灿烂。宋叔叔好。我爸继续笑：这是我儿子宋振。他也笑：你也好。我皮笑肉不笑。温小姐真是贵人多忘事，我是那天你在酒吧丢下的凯子。他的笑容僵住了。场面正尴尬时，楼下一片喧闹。我探头一看，是江家千金正盛气凌人地羞辱别人。你是什么货色，也敢和我穿同款？瞧瞧你这穷酸样，都溢出来了。这礼服可盖不住，上不了台面的东西，把你的衣服脱了。冉莹莹无助地捂着胸口，四处张望。我缓缓下楼，将西装外套盖在她身上，谁知她一把推开我，满脸嫌恶：宋振，别碰我，都怪你，把身上的穷酸味传染给我了。江家千金看见我，收敛了不少。宋少爷，这是你的人。冉莹莹连忙将外套丢在地上，抬手拍了拍刚才盖着的地方，和我划清关系。不，我不认识他。我捡起外套，朝他笑笑，确实是萍水相逢。此话一出，江家千金顿时变得飞扬跋扈，一巴掌甩在他脸上：不认识你还这么嚣张？冉莹莹愣了，开始喊着宋少爷。众人的眼神顿时变得鄙夷。刚才宋少爷好心解围，还装清高说不认识人家，现在转头又喊：这样的女人我见多了，贪权慕禄，妄想野鸡变凤凰。冉莹莹听着这些话，脸上一阵清白。正欲上楼，一道身影从我身侧匆匆擦过，酒吧那个女人温芷琪。他拦住江家千金，挡在冉莹莹面前，挑眉看我：宋少爷的桃花自己不处理好。随后他拉着冉莹莹就走。我歪了歪头，这下有好戏看了。冉莹莹重新复出了，在温芷琪旗下的传媒公司，只有我知道，她这公司开不了多久了。礼服事件过后，冉莹莹像没事人一样继续骚扰我。但我没有闲心搭理他。公司新进一批主播，我首个抓住团播的机会，大赚一笔。我爹对此非常满意，大手一挥，送了我好几家公司的股份。我带着于平吃喝玩乐，而温芷琪那边就不太好过了。冉莹莹将她的公司内部搅得鸡犬不宁。直播时，她和大哥聊过线话题，被多次封禁。为了抢占资源，给同事下药，导致别人没法上镜。唯一愿意和他玩的，还被他抢了男朋友。人家约会，他非跟着。撕破脸后，他在全公司的名声彻底臭了。股东开会时，他端着几杯咖啡洒人家一身，还上手，被人家老婆找上门，抓得满脸是伤。传得最沸沸扬扬的是，温芷琪好心邀请他去温家做客，他竟然想当人家的妈。保姆一开门，就看见冉莹莹抱住温总的手。据说一向冷静的温芷琪竟冲上去将他撂在地上打。
大家风范尽失，两人扭打在一起。冉莹莹被赶出来时，还喊着让温总考虑考虑他，听得我都替温芷琪捏了把汗。我还真是低估了他的道德底线。俗话说得好，树不要皮，必死无疑；人不要脸，天下无敌。一出公司，迎面就撞上了温芷琪，她看起来疲惫不堪。聊聊，我带她去了之前的小酒吧，她用胳膊肘撞我，干嘛？想报复我？我夺过她手里的酒一饮而尽，哪敢呢？温小姐。闻言，她嗤笑一声，眼神犀利地盯着我，你怎么不敢？酒吧相遇不就是你设计的？冉莹莹是你前女友吧？故意让我把她带走，让她身败名裂，替你解决这个麻烦。没想到我也是你计划中的一环。我微微蹙眉，又倒了一杯酒。你在我计划之外。她微愣，别扭地撇过脸，小声嘀咕：死宋镇，你放屁！我被逗笑了，起身到调酒台，将制好的新品递去，扬眉朝他轻笑：尝尝，老板亲自给你调的。他没好气地接过，喝完眼睛一亮，嘴上却不饶人：切，还以为多好喝，也就那样。我将前些时日我爸从卡地亚新拍下的项链取出，展在他眼前，赔罪礼物，还喜欢吗？不等他接话，我直接塞他手里。毕竟我爸要是知道了，得打断我的腿。我承认酒吧是我的，但我们的相遇却是偶然。商业会那天，我没想到你会出面，我有些自责，害他卷入无端是非中。他抬指狠狠弹了下我的脑门。现在我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被冉莹莹害得鸡犬不宁，不如合作。我和他同时道出。温芷琪扑哧一声，我盯着他纯粹明亮的眼睛，也笑了。温芷琪的公司在我的资助下被盘活，但亲兄弟明算账。我笑眯眯地把合同递到他面前。如今我也算股东之一了，当然要刮点好处。不过令我没想到的是，他竟然看都不看内容，直接签字，合作愉快。他向我伸手，我刚把手握住，他轻飘飘来了句：但过2天有个项目需要出差，你和我一起。他眼底的狡黠一闪而过，我轻笑，乐意至极。次日一早，我开车到他家楼下等着，忽然窗子被人用石头一砸，操！我爸的新车！我眸色一沉，当即开门查看，果然有几个熊孩子站在不远处，手里攥着石头，冲我做鬼脸。定睛一看，地上居然还躺着一只血肉模糊的狸花猫。我气压瞬间上来，你们几个干什么呢？他们见我过来，还想举起石头砸猫，所幸被我挡住了。怒从心头起，我抬手抓住他就是一巴掌，怒吼：老子报警了！你们哪个学校的，全给老子挨处分！一听这话，几人纷纷跑走。我顾不上背后的伤，观察起狸花猫的伤势。猫一向是很爱干净的，但如今它的爪子被尽数拔去，只剩下黑漆漆的洞，毛发被血液粘在一起，触目惊心。心底的怒火翻涌而上，我小心将它抱起，扭头就看见了温芷琪。她似乎有些讶异：你哭了？视线又落在我怀里的猫，眉心紧蹙。去医院，不幸中的万幸，小猫被救活了，但目前情况还处于极度危险。我在外面焦急地踱步，叮咚一声，手机提示飞机已经起飞。温芷琪顿时与我相视而笑，看起来你很喜欢猫。我点了点头，但又摇头。任何虐杀动物的行为都不可原谅，它们的生命也同等珍贵。但现在的人却将杀生与虐生概念混淆，还高呼动物伤害人类，自诩是正义，为民除害。虚伪的正义更是荒诞，只会导致悲剧的发生。动物是，人又何尝不是？他陷入长久的沉默当中，
我示意他到门口，点了根烟，烟雾缭绕中，难免回忆起往事。我向他坦言曾经养过小猫，是一只很漂亮的三花猫，叫狗剩，我取的。在一次玩闹过程中，它不慎抓伤了冉莹莹，她打过疫苗，并无大碍，我就给她消毒包扎。但等我出差回来时，狗剩死了，它瘦得只剩骨头，蜷缩在角落，看起来生前很痛苦。那几天的监控却无缘无故坏了。我和冉莹莹大吵了一架，她不承认是自己害死的猫，和我据理力争。我偷偷将监控送去技术部恢复。那段时间，只要狗剩找他玩，他都会踹开，再狠狠踩上几脚。在我回来当天，他将耗子药放进猫粮里，端了过去。狗剩以为他又喜欢它了，凑着脑袋去蹭蹭讨好。他吃后没多久，突然开始抽搐，发出微弱的喵呜声。冉莹莹骂骂咧咧地走到猫窝前蹲下，面带笑容地看着狗剩一点点挣扎，慢慢死掉。都怪我，是我没照顾好狗剩。温芷琪看着泣不成声的我，无声地抱住我。宋振，这不是你的错，有钱就是好。私人飞机没得跑，一个电话，一句话，让我爸火速安排私人飞机，只是还了点股份回去。肉疼。我和温芷琪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，不知是不是情绪太起伏，总感觉有点晃。忽然，飞机疯狂抖动，安全指示灯不停闪烁，一阵猛烈的摇晃彻底把我惊醒。飞机出故障了，我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：完了。我平稳情绪，将唯一的降落伞塞到温芷琪怀里，她慌了神，想将活命的机会给我。冒犯了，我握紧她的手，强行替她穿好，抬手抹去她眼角的泪水。待会千万不要慌，活下去。还是第一次见温大小姐哭呢。值了。飞机又是一抖，她直直跌进我怀里，我听见她心跳如肋骨。转身，我将她带至安全出舱口，她却忽然一把拽住我的衣领，恶狠狠的。我以为她要和我生离死别之前的深情告白，谁知道，宋振，你不许死，否则你的股份全都会变成我的。就在我找准时机要让他跳伞时，飞机却停止异常，广播传来机长报平安的声音。温芷琪顿时泣不成声，把鼻涕眼泪全蹭在我身上。我心头一跳，猛然看向窗外，这件事绝没有这么简单。刚下飞机，我火急火燎地打给于平，查一下昨晚的监控。片刻后，对方证实却是冉莹莹做的手脚。我第一次气得浑身发抖，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。抵达酒店后，却看见抹熟悉的身影，冉莹莹。好巧不巧，她暧昧亲密地挽着身边的男人，撩发侧目。看见我们时，眼神中闪过一丝嘲弄。哟，这不是我那被富婆包养的前男友吗？有钱跑这来了，分明是我比温芷琪富一点。温芷琪刚经历生死，瞬间被他点燃怒火，嘴巴这么不干净，看来是上次巴掌没吃够啊。我拉住气头上的他，走到冉莹莹面前。冉莹莹，人在做，天在看，你不会得意太久。说完，我带着温芷琪上楼，顺便对他竖了个中指。他身边的人是江家千金的亲哥哥，按理来说，他刚留学回来，与我并不相识，但看他们的亲昵姿态，关系应该不一般。我将温芷琪送到房间门口，所有的事情我会处理好，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好好休息。我在对门，有事找我。他神色晦暗，在我转身时忽然抓住衣角。宋振，谢谢你。心尖猛跳，喉结滚动，我丢下句话，火速离开。好好休息，哥们钱还没赚够，不能坠入爱河。交代完回去后的事情，门口也传来敲门声。
一开门，温芷琪化着淡妆，一袭白裙，局促不安地站在门口。下午签完合同，陪我去趟海边吧，我有话想和你说。气血上涌，我连忙扭头看向别处。好，我靠，这爱河还是老子坠吧。小小合同，轻松拿下。我保持着职业假笑与对方握手，合作愉快。就在我欲走时，却多了个不速之客。冉莹莹整个人窝在江琪身上，声音娇滴滴的：“江少爷，这种人也配签合同呀？”江琪一听，微眯眸子盯着那人，看来你这是要和我江家彻底撕破脸，永不合作了。江家与我家是近期合作，还是江总磨了几年我爸才答应的？那人身子一颤，当即就将合同一撕，随即讨好的看向江琪，笑得谄媚：“您看这样可以吗？”江琪低头亲了口冉莹莹：“宝贝儿，满意了吗？”冉莹莹娇笑着挑衅地看向我：“谢谢江少。”没有让他那种小人得逞。我静静地看着他们，什么也没说，只回头看向合作方：“你确定要毁约？”对方不耐地摆摆手，白了我一眼，也不看看自己什么档次。那可是江家，你我都得罪不起。我勾唇轻笑：“是吗？”下一秒，我就将手机音量调至最大，举起对准江琪二人。画面中有全市的几大家都坐在一起，刚才的情景全程以直播的方式投屏了过去。面对几人惶恐不安的眼神，我笑了。签合同这种大事，自然要让所有负责人都看见，才能放心，不是？我爸当下表示与江家终止合作，剩下几家怕得罪我爸，纷纷与江家撇清关系。江总慌了，指着镜头怒骂：“逆子！一回国就给老子捅个大窟窿！从现在起，你所有卡都被停了，赶紧滚回家来，别在外面丢人现眼！”随后连忙转头朝我爸示好。江琪满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：“宋振，你是宋总独子？”我扬眉看向他：“好久不见，听说你在国外混得不咋地，又回来啃老了。”他被戳到痛处，当即跳起来想打我。我打了个响指，于平从暗处出来，一把按住他。我俯身拍了拍他的脸：“江琪呀，江琪，一回国就捡老子吃剩的，你还真是不挑啊！不过垃圾配你，送你了。”他被于平带走后，我看向愣在原地的冉莹莹，眸光渐冷。他千不该万不该，想着违法杀人。我越靠近，他就抖得越厉害。冉莹莹，希望你明白一个道理：恶人自有恶报，做人良心不能烂。说完，我回到温芷琪身边，强忍着没抱她。我去处理一下，在这乖乖等我。他第一次乖巧地点了点头。好，快点回来。靠，真是败在他手上了。我让于平押着江琪平安送回江家，将整理好的所有证据交予公安。回去时，温芷琪却不见踪影。一通陌生电话忽然打来：“宋大少爷，急着找你相好吧？他在我手上，敢报警，我现在就杀了他。”那头传来冉莹莹歇斯底里的喊叫：“这个疯子！”我当即让他冷静，直奔他所言之地。等我赶到时，震惊到合不拢嘴。温芷琪站在高处，冉莹莹和另一个男人被反绑。他朝我柔柔一笑：“宋振，忘了告诉你，我散打8段，柔道10段。不过看着你为我着急，我很开心。真搞不懂这个女人的脑回路。”我急匆匆地跑上去，一把抱住她，失而复得之感油然而生。警笛声传来，但看到此情此景，他们也愣住了。把冉莹莹带走后，还想要温芷琪的联系方式，希望她能够加入他们。这么能打能反杀的女人不多了。冉莹莹违法行为累加，好赖要蹲个几年。依照约定，我与温芷琪漫步在海边，海浪拍击岩石与沙滩，
浪花朵朵奔来，他拉着我在一处停下，抬头看着我，眼里盛满亮光与希冀。我和妈妈有个约定，如果有了喜欢的人，要带他到这里，让他也见见到底是怎样的人。我低头吻去他的泪水，以后我会来爱你，和你妈妈一起。海滩边，落日下，我们向海风许愿，永远在一起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